这一场的温馨座谈，我们邀请新住民成长班团队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新住民的姐妹，她们怎么样在慈济里头翻转自己的人生，然后进一步接引跟陪伴照顾其他的新住民姐妹。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语言不通，文化差异，加上婚姻没有感情基础，所以常觉得很孤单又很无助。很幸运是那一段最难的时光，他们带我去上新住民课程，课程里有学会了中文和生活文化。更感动到是像回娘家一样的温暖。有一句金丝语，要改变别人，不如先改变自己。我开始学转变，也把这份善的力量传给女儿。现在我们母女俩一起走进实际的道路上，然后我从前没想过的幸福，我发现我会把这份幸福陪伴更多的姐妹们走入实际的大家庭。一位学者、教授跟师父分享我们每一个人脑中就是有这一块呢，这种慈悲利他，可见咱天生以来啦，与生俱来，就是具有活性。慈悲利他就是活性。所以讲用科学啦，用医学啦，用思想学来看，我们人啦，与生俱来呢，本具有活性，但是这一块啦，没有让它动，那个细胞会睡着。这就是那一位施教授跟我说，你若都不给他叮当，他会睡着啊。所以咱要定定启动咱的善心、爱心、善念。咱若会当定定启动爱心、善念啦，咱迄种的智慧，清净无染的智慧很自然就会产生。那大家人都本来都具有啦清净无染的智慧，这就是人人本具啦，那个脑的内底就有这样的脑细胞存在。你不动它，它就睡着了，不会发挥它的作用。所以讲大家人拢讲，我来思考，你若是好事啦，多思考，就会培养啦这一块的脑细胞，它就会动。呀，咱若是烦恼无明啦，杂念多，不是启动这个，是另外启动的一种那一种的很凡夫的习惯，我们的习气贪恋的习惯，那一种贪念的习气啦，就是永远的干那利己不利他，这会变成了习气。所以我捌若伫咧讲经啦，我就讲咱凡夫啦，是家己呢，在过去生中以来，已经呢培养起了这种的习惯，一直贪入为己啦，那总是呢要付出很吝啬，要求贪啦，无穷尽啦，学佛那就是学觉。所以讲要安怎样
互咱所学的呢，就是利他，唔是干那一直贪。大家都问我这么辛苦，为什么要发起义卖？行孝吧。每当天灾人祸发生，看到善人对苦难众生的不舍、操心，弟子心就会抽痛，心里就想说：我要怎么做才能分担善人肩上的担子？大胆想要发起义卖1年，可是心是忐忑的。姐妹们每一个人都在上班，还要常常加班，多位姐妹还是家中的经济支柱。但是想到善人的悲心大愿，还是想要起而行。新住民姐妹的爱心满满，祝福满满，孝心也满满，为了只是想要分担一点点善人肩上的担子，想要给苦难的众生多一点帮助与温暖，直到现在没人喊苦喊累。所以讲吼，业力、愿力啦，我们呢要训练业力、愿力，吼，那发现爱的力量，就是爱人，才是真正爱己成就自己，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。咱吼好好往这个方向去想，你通了啦，这个在嘎吼。我家师姐自从嫁来台湾，心情一直闷闷不乐，没办法适应台湾生活。好在10年前，她接触了实际，让她有回家的感觉。后来，她也参加泸州新住民成长班，她很卖力的去招一些新住民来上课，而且还经常去探望那些新住民的病苦啊、生活啊，给他解决很多他们的困难。他现在脾气也都没有了，变了一个人，真是我意想不到的。受到我家师姐的感动感召，也加入了慈济。我跟我爱的人走同样的路，做同样的事，是最快乐的事。所以讲吼，这就是人生这样的因缘。内底呢，你看起来啊，这都敢若安尼，要讲古嘛是安尼，真好讲得过啊。其实呢，迄内底拢是真深奥、很深奥的吼的道理存在。所以咱人人拢是呢贫穷子，因为咱捌的无多、无丰富，咱的意识、知识无丰富，咱也未呢明心见性，咱也阁是囡仔。这世人呢，也未晓，时间到啦，就来再等来生啦。我这世人因缘若无好，来生呢要求学也难。总是呢，咱要好好吼，把握今天。今仔日吼是好因缘，师父伫遮，逐个人来讲吼，咱家己的人生，逐个人听，这叫做说法，这叫做说法。毋是师父讲的，才叫做说法呢。恁讲的，家己的经验、家己的人生，或者是所听所看，咱讲出来，这拢总互人听入去。因听了，这个人咧讲的话真有道理，咱互伊学一个，他呢？也可以用伫伊的生活，这吼真重要。人际关系，师父拢讲人际关系吼，彼此互动，这叫做善知识。佛陀鼓励咱吼，要多亲近善知识。
所以讲慈济人呐、师父称作菩萨，甲逐个人称呼拢叫菩萨，叫做觉有情的菩萨。师父若甲恁讲菩萨啦，恁都爱知影讲，我是伫咧学做菩萨的啦。总而言之呢，天天自我提醒，就亲像施教授讲，脑细胞这一块啦，慈悲利他，慈悲利他这一块的脑细胞，也是真专哦。你没有启动它，它就会睡着。所以咱常常讲哦，习惯，你要可以习惯应用这种咱都爱好好用。